其实每次坐在台下，或者隔着屏幕看周深的现场，总会忍不住琢磨一个问题：一个站在万人中央的人，究竟该用怎样的方式去回应那些隔着山海、跨越岁月而来的目光呢？是鞠躬，是致谢，还是把心事揉进某一句轻轻哼唱的旋律里？后来慢慢发觉，他好像早就给出了答案，只不过那答案不喧哗，也不刻意，更像是一封在时光里慢慢摊开的家书，字里行间藏着的是我们这代人常常挂在嘴边，却总在忙碌中弄丢的2个字。不是那种被规训过的孝顺，而是一种更宽泛、更柔软的感恩与牵挂。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他鞠躬的样子？不是走流程式的点头，也不是镜头前匆匆一瞥的客套。广州那场《地球没有你》唱到后半段，声音里已经带了点压不住的颤，他低头的时候，眼眶还是红的，可起身的那一下，被挤弯的几乎与地面平行。有人后来在散场的人潮里轻声说，那一刻仿佛看见他把所有的疲惫、紧张，甚至是一点点不易察觉的脆弱，都妥帖地收进了那个90度的弧度里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哪只是舞台礼仪啊？老祖宗常说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可如今日子走得太快，连一句真诚的谢谢，都常常被压缩成屏幕上一条冷冰冰的快捷回复。他倒好，把这份古老的、近乎笨拙的郑重，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最耀眼的聚光灯下。开场要鞠，换歌的间隙要鞠，连安可结束，全场灯光大亮的时候，他还要再弯下腰，一遍又一遍，仿佛少一次都不够踏实。有细心的歌迷拿手机悄悄记过，一场下来，他弯腰的次数竟比完整唱完的歌还多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执拗？可偏偏就是这种执拗，让人心里莫名一软。原来感恩这件事，从来不需要多华丽的词藻去包装，有时候一个愿意为你低下头的姿态，就足以抵过千言万语。我们总觉得孝道是沉重的义务，可在他那里，他被还原成了一种本能的温柔。你对我好，我便用身体记住，用动作回应，不躲闪，也不敷衍。舞台上的他，其实挺会抓人的，不是靠炫技，也不是靠煽情，而是靠那种不经意间的停顿与注视。去年儿童节那场，一个小女孩被抽中点歌，兴奋的眼睛都亮晶晶的。周深没急着接话，而是慢慢蹲下来，视线和她齐平，声音放得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今天这个机会啊，其实是留给妈妈的。小女孩的妈妈连忙在台下摆手说不用不用，她却笑了笑，认真的补了一句，以后啊，要好好爱妈妈。你看，没有长篇大论，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就那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，却像一颗小石子，悄悄投进了很多人心里。后来这画面被剪成短视频，转发量高得吓人。媒体喜欢用代际情感教育这样的词去定义它，我倒觉得它只是在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，把那些我们小时候听过，长大后又渐渐遗忘的道理，重新捡起来，轻轻放回我们手里。贵阳站的时候，他特意请小朋友上台合唱《我在贵州等你》。山歌的调子一起，台下好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跟着轻轻哼了起来。荧光棒在暗处晃啊晃的，分不清哪束光属于孩子，哪束光属于长辈。那一刻突然就明白了，所谓孝道，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，而是一种温暖的接力。他站在台上，其实只是搭了一座桥，桥的两头站着愿意倾听的我们和渴望被看见的他们。我们总以为亲情需要仪式去维系，可有时候一句轻轻的提醒，一次真诚的让渡，反而比任何刻意的安排都更贴近人心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的演唱会多了一句几乎成了习惯的台词，请先好好爱自己。许愿环节，他总会特意叮嘱，今天不许替别人想，只许关于自己的愿。起初听可能觉得有点反常识，毕竟咱们这代人早就习惯了把父母、伴侣、孩子排在前面，轮到自己总是默默退到最后，连疲惫都不敢声张。可他偏偏要把他拽回第一位。舞台侧面的手写感谢卡上印着你存在本身就是最棒的，巨大的日记本装置缓缓翻开，滚过一句写下去就会精彩。唱到小美满前，他会停下来，灯光暗下去一点，他轻声提醒生命无常，更要珍惜当下。这些细节散落在整场演出里，像是不经意撒下的种子，落在谁心里，就在谁那里悄悄发芽。有位中年歌迷后来在评论区写，陪母亲看完那场，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没说话，快到家时才轻轻叹了口气，原来照顾好自己才是对家里最好的交代。这话听着挺淡的，可背后是多少个熬夜加班硬撑着的夜晚啊。我们总以为孝是牺牲，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，是把自己熬成一根蜡烛，烧尽了才算尽心。可他却悄悄换了个角度，你若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拿什么去爱你想爱的人？孝心从来不是耗尽自己的烛火，而是先让自己亮起来，再去照亮别人。
这或许才是他对传统亲情最温柔的现代注解。不苦情，不悲壮，只是平静地告诉你，你很重要，你的感受很重要，你把自己安顿好了，爱才不会变成负担。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，而是那种我懂你，所以我也愿意为你做点什么的默契。他讲孝道，却不把它框死在血缘里，于是歌迷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，把这份温度悄悄传下去。以他名义在20多个城市建起的图书角，书页间夹着的不只是故事，还有陌生人之间的善意。青岛站散场后，几个老歌迷自发联系车队，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孝亲专列，车厢里放着轻音乐，座位旁备着温水，连下车的台阶都铺了软垫。还有那些刷屏的照片，3代人挤在同一个看台，举着带妈妈看他最爱的周深的灯牌，笑得眼角全是皱纹。你看，情感的循环一旦转起来，就再也停不下来。当他唱起家后，无人机在夜空拼出巨大的光阵，台下有人悄悄握住了身边人的手。那些关于陪伴，关于相守，关于在一起的古老命题，就这样被现代的舞台艺术轻轻托起，又稳稳落下。他曾在长文里写过，所有相遇终将别离，所以要在相遇时尽情绽放。这话听着有点伤感，可细细嚼，全是珍惜。孝文化说到底，不就是怕来不及吗？怕话没说完，怕拥抱太少，怕下次再说真的成了永远的下次。而他用一场场演出，一次次互动，把这份怕化作了现在就做的温柔推力。其实说到底，周深在台上做的事并不宏大，他没有开讲座，也没有立规矩，只是把那些我们本该懂却总在奔波中忽略的真心，用鞠躬，用对话，用一句句轻声的叮嘱，重新缝回了日常的褶皱里。孝心这东西，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训诫，而是落在柴米油盐里的惦记，是愿意为一个人弯下的腰，是记得把最好的座位留给父母，是知道在爱别人之前，先给自己留一盏灯。下次如果再有机会走进他的现场，或许我们不必急着举起手机录像，就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，看他深深弯下腰，然后在散场的人潮里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说一句，今天天气挺好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这就够了。有些道理不需要大声宣告，只要有人愿意轻轻提起，就总会有人默默接过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